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前几年觉得稳如泰山的工作，现在突然间好像变得不那么稳定了。房子也买不起了，股市基金也不赚钱了，存款利息低得可怜，感觉钱包里的钱正在一天天缩水。每天打开新闻，看到的都是裁员、企业倒闭、经济下行的消息，让人不禁担心未来到底该怎么办。但是就在大家都在喊好难欧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有一些人却默默在新兴行业里赚得盆满钵满。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人里面有不少还是普通的上班族，他们只是恰好抓住了对的机会，踩准了风口。他们中有的是发现了新的商业模式，有的是看准了新的消费需求，还有的是利用新技术创造了新的价值。前几天我就遇到了一个让我特别震撼的例子，一个做了10几年程序员的朋友，眼看着40岁就要到了，开始担心被裁员。但他去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开始研究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现在呢，他不仅收入翻了好几倍，还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经常被邀请去做演讲。这让我开始深入研究，到底现在有哪些新兴行业特别有潜力，哪些机会是普通人也能把握的。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和走访，我发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先说第一个行业，大健康产业。说到健康，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医院、药店这些传统行业，但现在的大健康产业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去年我在杭州认识了一位特别有意思的创业者，他原本是一家医院的医生，后来发现很多年轻人虽然没病，但是身体状况都不太好，颈椎疼、腰酸背痛、胃不舒服。于是他就开发了一个创新的服务模式，预防性健康管理。具体怎么做呢？他组建了一个团队，包括医生、营养师、健身教练、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当客户加入他们的会员计划后，首先会进行一个全面的健康评估，包括体检、基因检测、生活习惯调查等。然后团队会为每个人定制专属的健康方案。比如说，如果发现你有颈椎问题，他们会给你配备专门的颈椎保护器，教你正确的工作姿势，还会定期提醒你做一些保健运动。如果检测到你有某些疾病的遗传风险，他们会特别关注这些方面，提前做好预防。最神奇的是，他们还开发了一个智能手表程序，可以实时监测用户的各项身体指标。如果发现异常，比如说心率突然升高、睡眠质量下降，系统就会立即提醒并给出相应的建议。去年他们的营收就突破了2000万，今年预计还会翻一番。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大健康产业里，机会不仅仅在治疗疾病上，预防医学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市场。特别是在大城市，年轻人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但是又没时间去医院，这种便捷的健康管理服务就特别受欢迎。除了预防医学，智慧医疗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现在很多医院都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开发的 AI 影像诊断系统，准确率已经达到了 95% 以上，可以帮助医生快速发现早期肿瘤。这不仅提高了效率，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可能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还有远程医疗，这也是一个特别有前景的方向。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可能几百公里范围内都没有一个好医院，但是有了远程医疗系统，当地的医生就可以通过视频连线请教大城市的专家，让老百姓也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第二个重点行业，银发经济。提到老年人市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老年人不是很节俭吗？他们会舍得花钱吗？但实际情况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我去年在深圳采访了一家养老社区，他们最便宜的房间月租金要2万，最贵的要5万，但是依然是一房难求。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在的老年人，特别是城市里的老年人，很多都有稳定的退休金，还有子女的支持。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吃住，而是追求品质生活。这个养老社区里不只是提供基础的照顾，
还有各种文化活动、运动设施、医疗服务等。比如说，他们每天都会组织不同的活动，书法班、舞蹈班、园艺班，还经常请专家来做健康讲座。最受欢迎的是他们的科技课堂，教老人们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让老人们也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说到科技，养老科技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领域。我见过一家公司，他们专门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拐杖，不仅可以检测老人是否摔倒，还能实时定位，一键求助。再比如说智能药盒，可以提醒老人按时吃药，如果老人忘记吃药，还会自动通知家人。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开发的一款亲情手表，这款手表不仅有基本的计步、心率监测功能，还能实时记录老人的活动轨迹。如果老人一段时间没有活动，或者心率出现异常，手表就会自动报警。最暖心的是，家人可以通过手机 App 随时查看老人的状态，还能发送语音消息，让老人感受到家人的关心。这位创始人告诉我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最早以为主要客户会是老年人的子女，但实际上很多产品是老年人自己主动购买的。因为现在的老年人也想活得精彩、有尊严，愿意为提高生活品质买单。第三个引人注目的行业是治愈经济。这个行业的兴起其实反映了现代人内心的一种需求。现在的年轻人压力真的很大，工作上要拼命加班，生活中还要应付各种人际关系，再加上房贷、车贷的压力，很多人都处在崩溃的边缘。所以我们看到各种解压、治愈类的产品和服务开始流行起来。比如说解压房，就是专门让人发泄压力的地方。房间里准备了各种可以砸的东西，还有尖叫房，可以放声大喊。虽然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确实很受欢迎，特别是在一线城市。去年我在东京看到一家很特别的治愈系咖啡馆。这家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的服务员都经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培训。当你点一杯咖啡的时候，服务员会很自然地跟你聊天，引导你说出烦恼。虽然不是正式的心理咨询，但是很多客人表示，喝完一杯咖啡，心情真的会变好很多。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后来告诉我，他们的回头客率特别高，很多客人一周要来好几次，不是为了喝咖啡，而是为了那种被倾听、被理解的感觉。现在他们已经在全国开了10几家连锁店，每家店的月营收都在50万以上。还有一种特别火的治愈经济模式，叫做宠物陪护。现在很多写字楼和商场都开始引入这种服务。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可以花一点钱到宠物店里陪猫狗玩一会儿。这些宠物都经过专门训练，特别亲人。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原本只是想着玩一会儿，结果爱上了这种感觉，最后干脆自己养了宠物。说到宠物，就来说说第4个超级赚钱的行业——宠物经济。这个行业简直就像是一个永远吃不完的大蛋糕，而且这个蛋糕还在不断变大。一位宠物店老板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现在的宠物过得比我们这些店主都好。确实，从10年前的养条狗看家，到现在的铲屎官毛孩子家长，整个行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新手养宠物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这时候，宠物教育师这个新职业就应运而生了。没错，就是专门教你怎么养宠物的。在深圳，有位宠物教育师小林的月收入居然超过了5万。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的预约已经排到了3个月后。我特地去拜访了这位宠物教育师小林，想了解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的工作室装修得特别温馨，墙上挂满了他和学生们、狗狗们的合影。原来他不光是教主人怎么训练狗狗，更重要的是帮助主人了解狗狗的心理。很多人觉得养狗不就是喂喂饭、遛遛弯那么简单吗？其实大错特错。小林说，每个狗狗都是独特的个体，都有自己的性格和需求。他举了个例子，有个客户家的金毛犬总是在主人上班后疯狂破坏家具，主人又是打又是骂，但完全没用。
后来经过观察和分析，发现这只狗狗其实是因为分离焦虑才会做出这些破坏性的行为。小林不仅教会主人如何纠正这些行为，还会根据狗狗的品种、性格设计专属的训练方案。比如精力充沛的边牧需要大量的互动游戏和智力训练，而胆小的雪纳瑞则需要更多的信心培养。正是这种针对性的服务，让他的客户愿意花高价请他当狗狗老师。除了教育，宠物医疗也是一个利润特别高的领域。现在的宠物医院设备一点不比人用的医院差。我参观过北京一家高档宠物医院，简直让人大开眼界。宠物专用核磁共振、微创手术室、康复中心一应俱全。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他们甚至还有宠物专用的水疗池和跑步机，帮助做手术后的狗狗康复。去年这家医院的年营收超过了3000万。有意思的是，他们还推出了宠物医疗保险服务。因为现在做个手术动辄就要几万块，很多铲屎官都觉得压力大。有了保险之后，每个月交几百块钱，万一宠物生病了，大部分医疗费用都能报销，这让很多主人都松了一口气。说到宠物服务，最夸张的要数美容行业了。现在不光是简单的洗澡剪毛，还有专门的宠物造型师。一次普通的宠物美容价格在200至500元之间，但如果是参加宠物展览的造型，价格直接起飞。有些比赛级的美容造型，收费能到3000至5000元。我认识一位宠物美容师，光是给一只贵宾犬做造型，就能忙活大半天。最神奇的是，他的客人还特别多，需要提前1个月预约才排得上号。宠物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客户的付费意愿特别强。去年我认识了一位做宠物零食的创业者阿明，他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原本他是在宠物店当导购，发现很多客人都在问有没有纯天然的狗零食，钱不是问题，于是他开始研究宠物零食的配方，找来各种天然食材自己做。虽然价格是普通零食的3至5倍，但居然卖得特别好。为什么会这样呢？阿明说，现在的年轻人把宠物当成家人，甚至当成自己的孩子。你愿意给孩子吃劣质的零食吗？确实，在宠物经济里，只要你能提供真正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总会有人愿意买单。这大概就是这个行业最迷人的地方吧。第5个值得关注的是社区服务业。现在的社区服务已经完全不是以前那种粗放式管理了。我去年在广州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一家叫邻里互助的平台。这个平台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在同一个社区里，有些人有时间但缺钱，有些人有钱但缺时间，如果能把这些需求匹配起来，不就完美了吗？比如说，一位退休的老师可以帮忙辅导作业，一位家庭主妇可以帮忙买菜做饭，而那些忙碌的上班族就可以付费购买这些服务。这个想法看似简单，但是效果特别好。去年他们平台的交易额超过了5000万。最关键的是，这个模式不仅解决了实际问题，还促进了邻里关系，大家互相帮助，社区的氛围变得更加和谐。说到创新服务，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时间银行的概念，就是你帮别人做1个小时的服务，就可以存入1个小时的时间，将来可以用这个时间换取别人的服务。这种互助模式特别受欢迎，因为它让整个社区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社区服务的另一个金矿是一站式家庭服务。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忙，没时间打理家务，但是找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事情又特别麻烦，于是就有人想到了把这些服务整合起来。比如说在杭州就有一家公司提供管家式服务，你只要在 App 上下单，他们就能帮你协调好所有事情。周一阿姨来打扫卫生，周二师傅来修理电器，
周3营养师来指导烹饪，而且他们的员工都经过专业培训，服务质量有保障。这家公司去年的营收已经突破了1个亿。第6个前景广阔的是新零售经济。可能有人会说，现在电商这么发达，实体店还有机会吗？但其实，新零售不是要取代传统零售，而是要把线上线下结合起来，创造新的购物体验。举个例子，在上海有一家很特别的便利店，号称无人智慧店。表面上看是无人值守，但其实背后有一整套智能系统在运作。顾客用手机扫码进店，选好商品后直接走人，钱会自动从支付宝扣除。更厉害的是，这个系统会记录每个顾客的购物习惯，然后根据数据来调整商品结构。比如说，系统发现这个小区的年轻人喜欢喝星巴克的即饮咖啡，就会多进一些；发现上班族经常在早上买早餐，就会在早上7至9点增加面包、饭团的供应量。正是这种精准的运营，让这家店的平效，每平米营业额是普通便利店的3倍。最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开发了一个智能冰箱的服务，就是在写字楼、小区里放一个智能冰箱，里面放些新鲜的食材。上班族下班回家的时候，看到喜欢的食材，扫码付款就能带走。据说现在每个智能冰箱的日均营业额能达到3000元。再说说第7个行业，乡村振兴。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现在年轻人都往城市跑，农村还有什么机会？但实际上，正是因为大家都往城市跑，才给了农村新的机遇。我去年在浙江认识了一位返乡创业的90后，他的故事特别有意思。他原本在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但是发现老家的水果特别好吃，就萌生了做农产品直播的想法。刚开始的时候，家里人都反对，觉得他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回来种田太傻了。但是他很聪明，没有一下子全部投入，而是先利用周末的时间，在网上卖一些家乡的水果。慢慢的，他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城市人不仅仅想买水果，还想知道水果是怎么种出来的。于是他开始直播果园日常，修剪枝条，疏花疏果，施肥浇水。没想到这些在农民眼中再普通不过的画面，在城里人看来却特别有意思。去年他的直播间单场带货最高纪录是50万。更厉害的是，他还把直播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在果园旁边建了几栋民宿，城里人可以来住几天，体验采摘的乐趣。现在他的果园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光门票收入1年就有几百万。这告诉我们，乡村振兴的关键不是简单的种地卖货，而是要把农业和旅游、文化、科技结合起来，创造新的价值。比如说，有的地方做认养经济，城里人可以认养一棵果树或者一块菜地，农民负责打理，收获的农产品定期寄给认养人。这样不仅能卖出好价钱，还能建立起长期的客户关系。第8个行业是元宇宙产业。听到这个词，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太虚了，甚至会觉得是在炒概念。但是最近我走访了几家元宇宙企业后，发现这个行业真的开始落地了，而且创造了实打实的价值。先说一个最近特别火的应用场景，虚拟实验室。去年我在上海参观了一家教育科技公司，他们开发的化学实验室让我大开眼界。学生戴上 VR 眼镜后，就能进入一个逼真的3D 实验室环境。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各种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的实验，比如说处理强酸强碱、观察和裂变反应，甚至模拟火山爆发。这些在现实中要么太危险，要么太昂贵，要么根本无法实现的实验，在虚拟空间里都能轻松完成。最神奇的是，学生们不用担心失误带来的危险，可以大胆尝试，从错误中学习。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告诉我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他们的产品去年卖出了500套，每套售价在20万左右。光是这一个应用场景，市场规模就已经过亿了，而且需求还在持续增长，因为越来越多的学校意识到，这种沉浸式学习体验能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果。
元宇宙在医疗培训领域也有惊人的应用。在广州的一家医学院，他们用 VR 技术来培训外科医生，学生能在虚拟环境中反复练习各种手术操作，系统还能精确记录每个动作是否标准。这种培训方式不仅安全，而且比传统的跟师学习效率高得多。在房地产行业，元宇宙技术更是掀起了一场革命。现在有些楼盘的样板间都是虚拟的，客户戴上 VR 眼镜就能身临其境地参观房子。最厉害的是，他们开发了一个智能装修系统，客户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换家具、墙纸、地板，甚至能模拟不同时间的采光效果。我前几天刚参观了深圳一家做虚拟样板间的公司，他们的技术已经进化到了一个很神奇的地步，不仅能展示房子的样貌，还能模拟各种生活场景。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早上阳光如何照进客厅，晚上开派对时客厅能容纳多少人，下雨天阳台不会进水等等。这种视助体验让购房者能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但说到元宇宙最赚钱的领域，那一定是娱乐产业。虚拟偶像演唱会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商业模式之一。去年一个虚拟歌手的线上演唱会，门票售价98元，观看人数超过50万，一场演出收入就突破了5000万。而且因为是虚拟的，可以同时在多个城市演出，根本不用担心档期问题。虚拟形象和数字藏品的市场也是一片蓝海。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花几百甚至上千块钱，给自己的虚拟形象买一件限量版数字服装。听起来可能很疯狂，但想想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也会花高价买限量版球鞋和包包吗？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有些公司开始在元宇宙里开设虚拟办公室，员工们带上 VR 设备，就能和远在全球各地的同事面对面开会。这不仅省去了差旅成本，还能创造出比视频会议更真实的交流体验。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元宇宙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切切实实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当然，现在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正因如此，才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关键是要找准实际需求，用技术去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一味追求概念创新。第9个创业风口是教育科技。说起这个行业，我最近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有个朋友的孩子一直对数学不感兴趣，天天被题海折磨得很痛苦。但是自从用了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学习软件后，情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个软件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能像一个贴心的私教一样，精准找出孩子的知识盲点。比如说，通过分析孩子做题时的各种数据、解题时间、错误类型、思维盲区等，系统能迅速定位出问题所在。更厉害的是，它会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现在的教育已经不是简单的课堂教学了，而是要用科技手段来提高学习效率。去年我参观了一家教育科技公司，他们开发的人工智能辅导系统让我大开眼界。这个系统不仅能根据学生的答题情况自动分析知识漏洞，还能推送针对性的练习题。最有趣的是，它还能根据学生的学习状态调整题目难度，就像一个永远不会疲倦的好老师。在北京，有家做在线教育的创业公司，他们开发了一个智能学伴系统。这个系统会记录学生的每一次操作，看视频的暂停点，做题时的犹豫时间、错题的类型等等。通过分析这些数据，系统能精准预测出学生最容易在哪里出错，然后提前做好干预。创始人说，他们的目标是让每个孩子都能遇到最适合自己的老师，虽然这个老师可能是人工智能。但是在教育科技领域，最近特别火的其实是职业技能培训。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很多人开始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机器取代。有个数据特别触目惊心，未来10年内，可能有40%的工作岗位会发生重大变化或消失。
这让很多人意识到必须赶紧学习新技能。比如说，有个叫数据星球的培训机构，他们专门教大数据分析，短短2年就做到了年营收过亿。原来他们最大的特色是项目制学习，不是简单的教理论，而是把实际项目拆解成教学案例。学员从第一天开始就要动手处理真实的数据，解决真实的问题。他们还有个很独特的做法，邀请各个行业的专家来做分享。比如请电商公司的数据分析师讲解用户行为分析，请金融机构的专家讲解风险控制模型。这样学员不仅学到了技术，还能了解不同行业的实际应用场景。最近他们还推出了一个创新的收费模式，先免费学习，找到工作后再付费。这种模式之所以敢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教学质量很有信心。据说去年他们的学员平均薪资涨幅达到了 50% 以上。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学员不仅有应届毕业生，还有很多是有10几年工作经验的人。我采访过一位45岁的学员，他原本是做销售的，通过学习数据分析，现在转行做了数据运营，工资反而比以前高了不少。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教育科技的核心就是用技术手段让学习变得更高效、更有针对性。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职业培训，未来的趋势都是人工智能加个性化学习。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掌握新技能已经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而教育科技正好能满足这种与日俱增的学习需求。最后一个要说的是绿色节能产业。坦白说，这可能是所有行业里面最不性感的一个，但未来5年，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惊喜。为什么这么说？且听我道来。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到2025年，全球能源需求将增长 25%， 但传统能源的供应却在不断减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几年里，节能将从可选项变成必选项。最近在参观一个建筑展览时，我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技术——自适应智能玻璃。这种玻璃根据阳光强度自动调节透光度，在夏天可以阻挡大部分热量，在冬天则尽可能吸收阳光。按照测算，仅仅是更换这种玻璃，一栋办公楼每年就能省下 30% 的空调费用。更让人惊喜的是，这项技术正在快速进步。未来2年内，这种智能玻璃的成本预计会降低 50%。到那时，它不仅会用在写字楼上，连普通住宅都能用得起。想象一下，以后我们家里的窗户都能自动调节，既省电又舒适，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不过，最让我兴奋的是建筑人工智能管理系统。现在的系统已经能通过传感器收集数据，自动调节空调和照明。但未来的系统将更进一步，它能预测每个区域在不同时段的用能需求，提前做好调整。比如，它知道每周二下午3点会有20个人来开会，就会提前15分钟把会议室的温度调到最舒适的状态。说到节能，就不得不提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重大突破。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充电问题，但在未来几年，这个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无线充电技术正在快速发展，未来的停车场地面下会埋设充电线圈，车子停上去就能自动充电。更厉害的是智能电网系统，它能根据用电高峰自动调整充电功率，甚至可以在电力紧张时把电动汽车的电池当作储能设备反向供电给电网。按照专家预测，到2026年，这种双向充电技术将成为标配。说到储能，最近有一项技术突破特别值得关注：相变储能材料。这种材料能在温度变化时吸收或释放大量热量。未来的建筑物里，墙体中就会加入这种材料，白天吸收多余的热量，晚上再慢慢释放出来，自然调节室温，
不需要开空调。工业节能领域也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能源管理，它不仅能实时监控每台设备的能耗状况，还能预测设备的性能衰减，提前安排维护。有研究显示，这种预测性维护可以让工厂的能源效率提升20%以上。最让人期待的是能源区块链技术，未来每个建筑物都可能成为能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比如说，你家楼顶的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多余电力，可以直接卖给隔壁的邻居。所有的交易都通过智能合约自动完成，既安全又透明。当然，发展绿色节能产业也面临不少挑战。最大的问题是初始投入成本较高。但好消息是，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这些成本正在快速下降。而且各国政府都在出台激励政策，补贴企业和个人采用节能技术。更重要的是，绿色节能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正在缩短。以前可能需要5到7年才能收回成本，现在很多项目2到3年就能实现盈利。这意味着，投资绿色节能不仅对环境有利，对钱包也越来越友好。展望未来5年，我认为绿色节能产业将迎来3个重大机遇：第一，智能建筑管理系统的普及；第二，新一代储能技术的突破；第三，能源互联网的形成。谁能在这3个方向上抓住机会，谁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行业巨头。未来的能源革命不是靠发现新的能源，而是靠更聪明地使用能源。在这个过程中，商机无处不在。关键是要预判技术发展方向，提前布局，最终抓住属于自己的那份机遇。最后，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可以先保留自己的工作，业余时间去尝试。等有了一定的收入和经验以后，再决定要不要全职创业。这样可以降低风险，让自己有更多的腾挪空间。记住，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希望每个观看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在未来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向。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